第305章测验神秘的灰袍人。抬头望着那枚飞射而出的浑元丹药，萧炎脸色平静，手掌一招，一股吸力将之扯进了掌心中。在丹药入手的那一刹，巨大沙漏之中的最后许些沙粒终于是完全的倾洒而下，顿时偌大的广场之上，上百道红色光芒从那些依然还未炼制出成品丹药的炼药师面前的石台上亮了起来。失望地望着面前闪烁的红色光芒，那些炼药师只得苦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将各自的药鼎收回，满脸颓丧地对着广场之外行去。站在青台后，萧炎望着那些陆陆续续退出的参赛者，目光四处看了看，有些错愕地发现，这仅仅是第一轮的考核，竟然便是把将近1/3的参赛者给淘汰了出去，这实在是让他不得不感叹大会的严格与苛刻。把玩着手中的那枚丹药，萧炎转了转头，将目光投向一旁的柳灵。此时这个家伙正笑眯眯地抛着手中的丹药，满脸的得意之色，瞧得萧炎望过来，他将丹药稳稳地握在手中，冲着他笑盈盈地道：炎萧先生运气挺不错的呀，竟然是在最后一刻把丹药炼制了出来，你可是内部测试成绩的最佳者哦，若是连这关都不过了，那可真是玩笑开大了。瞥了一眼柳灵那得瑟的模样，萧炎淡淡的笑了笑，道：反正这东西只要是炼制了出来便是过关，第一课与最后一课似乎也没什么区别。炎萧先生这话可是有些自欺欺人了，能够在这有着无数优秀炼药师参赛的大会上以最快的速度炼制出丹药，那也是一种无可否认的本事啊。柳灵笑道，他自然是不愿意萧炎一句话便将他的成绩给消减去了。呵，或许吧。耸了耸肩，萧炎不再与他多费口舌，转过头与一旁的小公主笑着拱了拱手，然后便是抬头望着贵宾席之上的砝码，等待着他的开口。呼！贵宾席上，奥托重重地喘了一口气，用袖袍抹去额头上的冷汗，对着一旁同样满脸冷汗的弗兰克苦笑道：这个家伙不管什么事都总是喜欢搞得这般惊险万分，他难道就不知道替我们这些老家伙着想一下吗？这种惊心动魄的事，我们可没有他那么好的心脏啊。弗兰克同样是一脸苦笑，当然苦笑之余还有着一些庆幸，不过还好，总算是赶在最后一刻完成了考验，不然的话，内部测试的最佳成绩者竟然是连第一关都过不了的话，那可才真的是丢人丢大了呀。闻言，奥托也是深有同感的点着头，如果真那样了，那就好玩了，他直接卷铺盖回黑岩城吧。砝码站在前台位置，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巨大的广场，目光微微扫动着，望着那已经被洗刷了1/3的参赛者，轻笑着点了点头，双手略微虚压，喧闹的场地顿时逐渐的安静了下来。恭喜还站在广场中的你们，成功的通过了第一轮的大致测试，不过这还并未完全结束。砝码微笑道，大家想必也知道，有些狡猾的小家伙总喜欢搞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们或许也是成功的炼制出了外形看似浑圆的丹药，不过那种没有丝毫疗伤效果的丹药基本上与丹药二字没有丝毫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便是测验你们所炼制出来的生骨丹究竟是否达到了药方的要求。砝码那略微有些嘶哑的声音缓缓地在每一个人耳边响起着，现在请诸位参赛者寻找到你们青石台左下角的一个绿色按钮，然后按下去。闻言，萧炎目光在石台上扫了扫，最后停留在了左下角那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有些愕然地发现，在那里原来错落地分布着几个颜色不同的细小按钮，手指一沿地停留在绿色按钮之上，萧炎轻按了下去。随着按钮的按下，光洁的青石台忽然一阵细微的颤抖，在台面上一个石板缓缓地突出，待得伸出半尺后，表面上的石板微微凹陷，最后露出一个细小的黑洞。这是一台测验机，将你们炼制出来的生骨丹投入进去，若是达到了要求，台前的玉镜会亮起绿光，而若是没有达到，则是红光，那便代表着失败，失败的结局便是退场。另外，绿光越盛，那则说明他所炼制出来的生骨丹最符合药方所记载的特效，反之，红光越盛，那就说明你炼制出来的根本不是生骨丹，而是一种毫无半点效用的丸子。当然，如果它能充饥的话，
也还是有点作用。听得那响彻在广场上空的幽默笑语，观众席以及贵宾席上即时响起一阵笑声，而那广场中却是有着不少炼药师脸色忽然的变了变。呵呵，好了，诸位，开始吧。手指轻轻地捏着浑圆的丹药，萧炎平静地望着那漆黑的测验机洞口，可却并未急着投进去，反而是将目光扫向四周。此时已经开始有着炼药师将手中的丹药投了进去，在丹药投入测验机之后不久，空旷的广场之上赫然间变得色彩斑斓了起来，或强或弱的绿红两色光芒交织闪烁，互相映衬着欣喜与阴沉。妈的，狗屁的测验机！一名二品炼药师脸色阴沉地怒视着那闪烁着红芒的玉镜，那里的红芒几乎是整个广场上最浓郁的一处，因此无数错愕的目光都是投注在了这个脸色阴沉的青年身上。拳头狠狠地砸在石台之上，这名炼药师将要顶收进那戒之中，然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骂骂咧咧地下台，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对着广场之外行去。操，净搞些乱七八糟的考核，正经的炼制丹药会死人啊！一群老不死的家伙，亏得我费尽心机的把那些药材塞在一起，你竟然还给来个测验，妈的，给个药方，除了名字之外屁点信息都没有，练个鬼啊！目光望着那名从面前走出去的二品炼药师，听得他嘴中那极其不忿的骂语，萧炎忍不住的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这种活宝也能通过前面那番让人惊心动魄的考核。随着这轮的测验，又是起码有着将近100名的炼药师或青或红着脸离开了广场。哼，炎萧先生，一起吧。小公主抛着手中的丹药，忽然对着萧炎笑道。随便吧。萧炎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偏头望了那也正注视着自己的柳灵，此时对方眼中的那较量意味甚浓。萧炎微微笑了笑，三人手中的丹药几乎是同时的丢进了那漆黑的测验机洞口之中。随着三人丹药的投入，顿时无数道目光都是投向了这处最引人注目的位置。所有人都很想知道，这三位明显皆是算得上种子级别的选手，谁炼制出来的丹药会更胜一筹。砰砰砰，玉镜略微寂静，瞬间之后，细微的闷声响起，3道颜色璀璨的绿色光柱猛地自三人面前的石台中爆射而出，那股颜色浓度明显比先前场地中的任何一股绿光都要显得浓郁。3道绿光，左者稍淡，右者略胜许些，而中间的那一道绿色光柱却是早已经绿得犹如翡翠一般，颜色极为诱人。花，好浓的颜色呀！望着中间那道翡翠般的光柱，观众席之上一道道惊讶的声音连绵不绝。哼，炎萧先生果然是胸有成竹，虽然时间消耗最久，可这丹药特效却是最佳啊！月儿甘拜下风。美眸惊讶地望着萧炎面前的那道翡翠光柱，小公主摇了摇头，叹息道：侥幸而已。萧炎随意地笑了笑，偏过头来瞧得柳灵那略微有些阴沉的脸色，耸了耸肩，轻笑道：抱歉了，柳灵先生。柳灵嘴角微抽，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来，目光死死地盯着那闪烁着绿光的玉镜，心中忽然有种将之砸碎的冲动。呵呵，果然还是炎萧略胜一筹啊！望着广场中那3道璀璨的光柱，砝码轻笑道：先前若非那小家伙紫火忽然消失的缘故，想必早就赶在柳灵前面将丹药炼制了出来。嘿嘿，我早就说过，这小子的炼药本事可不是这些毛头小子可以相比的啊！海波东得意地笑道。砝码笑了笑，刚欲说话，脸色却是忽然微变，嘴中发出一声轻疑，目光在巨大的广场之上扫过，最后停留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处，那里一个全身被包裹在灰色长袍中的人影正缓缓地将手中的丹药投入测验机中。怎么了？瞧得砝码的反应，家老略微一愣，疑惑地问道。那个人老眼微眯，浑浊的眼中金芒闪烁，砝码手指轻轻地敲打在护栏之上，低声道：那个家伙似乎有点强啊。哦。闻言，海波东与家老皆是有些诧异，目光瞬间投注在那灰袍人身上，旋即皱了皱眉，疑惑的道：没发现什么不对啊？
你们不是炼药师，所以对灵魂力量的感应不是很清晰。可在我的感应中，那个家伙的灵魂力量恐怕比柳灵、月儿甚至炎萧都还要强许多。在下方的广场中，他的灵魂力量应该是最强的。我记得当年古河参加炼药师大会时，灵魂力量都没有他这般强。摇了摇头，法玛紧皱着眉头，目光紧紧地盯着下方。片刻后，那灰袍人面前的石台上璀璨的绿色光柱猛然爆射而出，其光亮程度几乎隐隐地超过了萧炎的那缕绿光。突如其来的绿色强光几乎是瞬间便是把广场之上的视线吸引了过去。当众人瞧的那制造出这般光柱的居然是一个缩在偏僻角落中的灰袍人后，皆不由得满脸惊愕。忽然出现的绿色强光也同样是将萧炎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望着那缕甚至比自己这道光芒还要浓郁的光柱，萧炎微微一愣，旋即微皱着眉头，望着那将全身都包裹在灰袍中的神秘人。他没想到在这个时刻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出现这么一个牛人，而且看他的体型以及所站的位置，明显不是当日参加内部测试的那些人。难道是自由炼药师？低声喃喃着，萧炎微抿着嘴，目光盯着那灰袍人。明明感知中，他觉得这个神秘的灰袍人恐怕将会是这次大会他最棘手的对手。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目光的射来，灰袍人头颅微微抬起，露出了半截苍白的稚嫩面孔，斗笠遮掩间，一对闪烁着淡蓝光芒的眸子带着许些冰冷，淡淡地注视着前者。这家伙是谁？愕然地望着那忽然冒出来的强劲对手，小公主与柳灵皆是满脸诧异，互相对视了一眼，满脸的茫然。切尔西，给我他的资料。贵宾席前台，法玛忽然转头对着切尔西沉声道。在先前法玛发出惊讶声时，切尔西便是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迅速地辨认出灰袍人所在的位置编号，然后从那戒中取出一叠文件，快速地翻动着。半晌后，翻动逐渐停止，一张薄纸所记载的资料现了出来，上面所绘的画像正是那神秘灰袍人。只不过这一次的灰袍人还有着清楚的脸部特写，那是一张拥有着一对蓝色眸子并且脸色苍白而冰冷的少年面孔，看上去年龄似乎不过16、17左右，小得让人觉得有些诡异。将资料递给法玛，后者微皱着眉头仔细阅读着，片刻后脸色一变，道：是出云帝国的炼药师。出云帝国与加玛帝国严格的说来是经常交战的敌对国家，并且由于出云帝国对炼药师的死敌职业毒师很是捧顶，这也使得加玛帝国的正统炼药师们对他们好感欠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每当两国开战，那些毒师便是会采取那些极其下三滥的手段，在各种地方释放毒药、毒粉、毒液。每次的大战，加玛帝国因此而死亡的战士都是一个极为骇人的数字。另外，在出云帝国中，他们国内的炼药师却并不如何反对毒师，有些甚至还能彼此合作，所以这也导致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对这些几乎背叛了炼药界宗旨的家伙很是感到愤怒与不屑。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法玛瞧的那神秘灰袍人竟然是出云帝国的人后，脸色会有些难看。这上面怎么才写的是2品炼药师？以我先前所感应到的灵魂力量，那家伙至少也是4品炼药师。目光瞟着资料上所记载的等级，法玛皱眉道：17岁的4品炼药师。会长，您认为这可能吗？不管他再如何天才，可毕竟炼药术士需要时间以及经验的累积。切尔西苦笑道：我的感应不会出错。法玛摇了摇头，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张稚嫩面孔，不知为何他总是觉得这张面孔略微有些怪异。难道他是易容而来的？看他炼制丹药时的熟练手法，极其不像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所能够具备的呀。法玛低声喃喃着，易容的话自然是不可能逃出我们的察觉。家老淡淡的笑了笑，说着这话的时候，他的眼角却是不着痕迹地对着广场下方萧炎所在的位置扫了扫，看来他似乎也是发现了萧炎的伪装，只不过因为一些缘故并未揭破而已。可那家伙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的，在这种比赛的时候，我们总不好暂停大会，让他把斗笠掀开吧？那样
别人会说我们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公会太过霸道与无礼了。乔德纳将脑袋遮得严严实实的灰袍人法玛无奈的道：他不肯掀开，便让我们帮他一把吧。海波东站起身来，来到法玛身旁，低声笑道：你不会被人发现吧？闻言，法玛神色一动，旋即迟疑的道：嘿嘿，虽然如今实力退步了一些，不过操控寒流，不知不觉间将那脆弱的头袍冻成粉末，这点本事我还是能够办到的。海波东轻笑道：他自然是知道，若是让一个出云帝国的炼药师在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大会上取得了冠军，那将会让他法玛等人有多丢脸。这种需要精微操控的事，倒还真是海老头的冰系斗气来做最合适。我的斗气属性偏向霸道，开山裂石，适合。现在不行。家老摇了摇头道：也好，那便拜托了。略微沉吟，法玛点了点头，低声道：笑了笑。海波东眼眸逐渐虚眯，干枯的手指伸出袖袍，微微弹动着，而随着其手指的弹动，淡淡的奇异波动悄悄地传了出去。在海波东暗自动作之时，家老与法玛与他靠近了一些，看似是在商量着什么，可却刚好是将周围的视线隔绝了开去。看来大会似乎出了点变故啊。亚飞眸子若有深意地望着前方不远处的海波东三人，低声道：以他这么多年所锻炼出来的眼力，自然是能够发现，自从先前那一道绿色强光出现之后，法玛的脸色便是略微有些不太好看，而且后面切尔西翻看着文件的举动也是证实了某些东西。那个神秘的灰袍人貌似打破了大会的秩序啊。妖夜与纳兰嫣然微微点了点头，他们不是摆着看的花瓶，亚飞所能发现的东西，他们两人也是没有漏掉。那个灰袍人所炼制出来的生骨丹，似乎比炎萧他们三人的还要更加优秀啊。原本以为这次大会是他们三人争夺冠军，没想到现在却突兀地跑出这么一匹黑马。亚飞微蹙着精致的黛眉，在心中无奈的道：淡淡的寒流悄悄地在空气中穿梭着，半晌之后，不着痕迹地缭绕在了神秘灰袍人头顶上空之处，犹如几缕肉眼不可见的冰蛇一般悄然吐露。此时的灰袍人正在缓缓地收拾着石面上的东西，在某一刻，他移动的手掌猛然一僵，灰袍下的蔚蓝眼睛骤然一缩，脚掌重重一踏地面，身体就欲暴退。哼，哪里走？乔德纳似乎发现了寒流的灰袍人，海波东也是略微有些诧异，旋即冷笑了一声，手掌猛然紧握，破！砰！随着海波东手掌的紧握，那刚欲移动身形的灰袍人头顶之上的斗笠忽然突兀地化为一片粉末，然后倾洒而下。斗笠消失，那张掩藏在其下的稚嫩面孔顿时便是出现在了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当下观众席以及贵宾席中响了一道道抽冷气的声音，谁也没想到这个取得第一轮最佳成绩的人居然会是这么一个稚嫩的少年。拥有着蓝色眸子的少年伸手摸了摸那已经消失的斗笠，片刻后骤然抬头，将冰寒的目光射向了贵宾席前台的海波东三人。这个家伙绝对不简单，不仅能够发现我的寒流，而且还能借此察觉到我的方位。微眯着眸子望着那灰袍少年，海波东摩挲着下巴冷笑道：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着这副稚嫩的少年面孔，可他若真的只有资料上所写的17岁的话，那我海波东也就不用继续出来了，直接去隐居残生吧。法玛与家老眼眸虚眯，缓缓地点了点头。这次的大会看来是有趣了啊。